中午好，中午好，听得清楚吗？昨天可能麦克风有点小，今天我把它调大了一点。BGM 声音会很大吗？中午好，提前开播吧，因为再拖再晚我都要睡着了。昨天，不是，对，就是啊，就晚上没怎么睡啊，所以等会儿再去休息吧。哦，有听说吗？就是这个礼物的这个，好像就是那个记录就不存在呢。本来给了个网站说是可以看那个礼物的记录，但是呢，今天那个 staff 又跟我说，又说好像都看不了了，是不是？好像是吧，我不确定别人可不可以看。早上好，现在都是要中午了吧？可能有谢礼物吗？很好奇，他们都有谢吗？我要不我谢一下吧。但我只能谢舰长礼物啊，因为其他礼物我这里没有什么记录。那我送了700块钱 SC 怎么办？SC 哦，说起来 SC，昨天下播的时候啊。我直播的时候我自己是没怎么注意，但是我昨天下播的时候呢，就是这个 staff 还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什么他把一个表情包帮我屏蔽了，我就说什么表情包啊？他说那个什么是那个字怎么念啊？是凿还是草啊？他把那个表情包给我屏蔽了，然后他还加了一句说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把你拉出来，可以把这个表情包帮我拉出来。我说哎。这何意味啊？所以说我确实是可能是有那种SC吧，我昨天确实没注意啊。那就只能谢舰长了，那就现在谢舰长吧。舰长，我看一下，我点开这个网页，我从后到前谢吧。谢谢谢谢一二峰的舰长，谢谢你。谢谢。水晶高松灯火灵的舰长，谢谢，谢谢陈瑞吗？这是陈瑞的舰长，谢谢，谢谢 Vanny 的舰长，谢谢帕克家的 Alienation 的舰长，谢谢斑鸠的舰长，后面那个是什么？念不出来，谢谢海胆饭战吗？芥末的舰长，谢谢，然后谢谢。1、2、3、4、5、6、7、8、9个很难念的这个字，不是很会念的这个舰长啊，谢谢，谢谢刚刚上舰的这个16气灵命议事事务所的舰长，谢谢。这舰长其实比我想的多很多，昨天下播我都震惊了，真的假的？谢谢普路的舰长，谢谢薄荷糖巴拉的舰长，谢谢岛纳登的舰长，谢谢神脑道化的舰长，谢谢花语浮华的舰长，谢谢名利场的舰长，谢谢喵星的小鱼干404的舰长，谢谢剑使城的舰长，谢谢宇宙人不是外星人的舰长，谢谢南克回的舰长，谢谢不良定义的舰长，谢谢兰卡只为黑天的舰长，谢谢南风入旋的舰长，谢谢。我现在谢舰长可能看不到 SC 啊，能用很严的声音说下一个吗？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叫很严的声音啊，是没有情绪的声音吗？下一个，感觉也是有情绪的。我不知道刚刚谢到哪里了，谢谢这个炒饭的舰长，谢谢米听的小笼包的舰长，谢谢蛙音离离的舰长，谢谢鸦天狗狗文的舰长，谢谢三城小翔的舰长，谢谢一分歧的舰长，谢谢恩仙仙的舰长，谢谢细盐分子的舰长，谢谢冰果的舰长，谢谢摸摸摸摸你傻的舰长，
谢谢肯肯的舰长，谢谢绅士君 P 的舰长，谢谢这个字是什么？翠吧，翠鱼 lemon 的舰长，谢谢弗兰朵路的莱瓦汀的舰长，谢谢旭风的舰长，谢谢海豹的提督啊，哇破费了，非常感谢，谢谢一只乌盘子的提督啊，太破费了，太破费了，有提督也是没想到的，确实是很老板都大气了啊。好，哎，话说今天要聊什么啊？今天真的有什么可以聊的吗？谢谢尹良的舰长，谢谢。其实我都没有准备什么内容啊，有点绷不住。哦，首播，那就聊一下首播吧。首播有什么好聊的吗？觉得是可以像风纪委员一样的意思哦。谢谢你的 SC 啊！哎呀，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看 SC， 我这里很快划过去了，就是有点看不到可能。哦，首播哦。谢谢泽一 Melody 单推人的舰长哦，我等会再谢吧，我就是先说话吧。首播哦，首播昨天我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我会这么紧张吗？直播前其实就还好吧，就还好。然后结果快要说话的时候，就突然就感觉有种想吐的感觉，突然想吐啊！什么情况？然后就突然声音沙哑，然后就很紧张。staff 都震惊了，反正。然后我播完的时候呢，不过 staff 都是很好的人啊。就播完的时候呢，还有 staff 就是都给我发了什么，说他们觉得挺好的。然后我都震惊了，我说好在哪？然后我给他们道歉啊，我说对不起，我说这个确实是拉完了，我说拉的坨大的啊，我说对不起。然后我说继续努力吧，之后再。staff 真的是非常的友善，可能是怕我绷不住了，所以就直接的就跟我都发了这种好消息。staff 是谁？ staff 是谁是可以透露的吗？感觉不行吧。就一个是面试我的这个 staff， 一个是那个负责我一些就是运营方面的 staff， 有一些是那个就是帮我都帮我准备了开播前的很多东西，因为说实话，就是我开播前，我连现在这个 B 站要怎么开播我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说是要用这个直播机开播呢，还是用这个 OBS 这个直接这个直播开播，就非常的犹豫。运营是可以的，我怕这个运营他不让我说，我运营是个女生 staff， 但是帮我开播的应该是另外一个 staff 不过都其实有帮助。因为 staff 之前开会的时候说，有些 staff 可能不太想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直播间来着，我就说那算了啊！谢谢粉丝牌灯团，谢谢。不想被知道。来直播间吗？肯定首播的时候大家都会都看吧，都是一直在看。律动对付一个 staff 还是很简单的，不要啊！其实 staff 确实是帮了很多吧，真的帮了很多，因为很多东西都其实有点不了解，什么就是投稿的 tag 啊那些东西都是 staff 帮忙设置的，就是我都是选默认的 tag， 他说不行啊，你要加上这个 virtual real，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什么虚拟主播这样子。谢谢粉丝团的牌。后面就要开始骂 staff 了staff 我应该是不会骂的了。staff 还是其实真的还是花了很多时间了。想来想去，我跟这个 staff 的这个相处的这个时间啊，就是已经是有开播语吗？没有开播语啊，开播语就是打招呼你好吧。我跟这个 staff 的这个应该是面试我的那个 staff 吧。我感觉我们已经不知不觉
可能已经认识了1年多了。昨天想了一下那个时间，因为是24年的时候吧，就有好友了来着，就加上了。第1年 staff 是恩人，一直都会是恩人的，放心吧。自我准备的这么早吗？就是不，就是当时投递的时间是蛮早的，但是昨天回忆了一下，是不是熟人介绍，当然不是熟人介绍啊。当时是24年的年底吧，投递了一个那个问卷啊，其实根本没有抱着就是会通过的这个想法。主播之前提问箱有问题要一起看看吗？今天没有，现在没有准备啊，我们之后的直播再看吧，下一场直播可以看一下。这个提问箱也是挺神奇的吧？提问箱我真的尽量的抽一些可以回答的问题啊。我提问箱跟私信都有一些私信其实还挺多的。谢谢雨森大叶的舰长，谢谢。我提问箱了，我私信其实挺多，但是其实现在还有些都没回复，就是有些没看。晚上来吗？可能不来，可能吧。当时我的那个私信确实有很多还没回复，我就跟那个 staff 说，我说，我的情商实在是回复不了了，我真的是，吃不动了这个私信的这些东西啊。私信就是印象比较深的有什么？有很多叫妈妈的啊，这个是真的怎么回复啊？还有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个什么，可以接什么元神带杆吗？这个应该是有这样的私信来着。然后还有就是，还有让我从 library 里面选爸妈来着，这个都是何意味啊？就是这个私信实在是有些实在是我情商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啊，所以我现在私信确实很多还没回复，就是可能之后我不确定会不会再回复私信了。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就统一回复的，所以可能之后再挑个时间吧，挑个时间再回复吧，统一放到哪个时间？过几天吧，过一会儿吧。玩原神他不得不关注了，不玩了。原神在什么时候玩过？很久以前了。这个原神的记忆有点太古早了，已经有点想不到了，太久远了，太久远了。确实是不玩了呢。提问箱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其实提问箱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啊，提问箱，提问箱。提问箱有一个问什么澳洲赛马的吗？这个让我印象很深，这是什么意思啊？其他的有些忘记了。但提问箱也是挺厉害的。支持主播的决定，谢谢支持。挺有意思，就是很有脑洞，就是一些我可能想不到居然会问这样的问题的这种问题。会打枪吗？完全不会啊。我之前其实应该是玩过一点点的 Apex， 就是可能是不超过5把的那种，就到最后发现好像路都不会走啊，然后就不要坑队友了，我就不打了。然后瓦罗兰特是我看不懂那个新手教程，就我身边太多同学在打那个瓦罗兰特了，所以就是一堆人说什么啊你能不能玩啊？然后最搞笑的就是我们那个学校还有一个瓦罗兰特的社团，就有我两个玩的比较好的朋友都加入了那个社团。我就在想要不要去那个想就是我们多一点共同话题吧，多一点相处时间，就也想加入，但发现就是要玩，就是好像是要超过多少个小时，然后要超过多少的段位来着。用了什么配置？我现在其实是笔记本加那个加 WiFi， 就是我这个房间连网线都没有地方可以插，这房间连网线都没地方可以插，所以我很害怕就是直播很卡，我都不敢在直播玩游戏啊。这电脑真的带得动游戏吗？特别废物的一个电脑，玩完了会开心，其他游戏开心。
找同期玩啊。其实不是应该之后会有联动来着吗？哇，联动也是很吓人。但是如果是必要的联动游戏，我都不确定我的这个电脑能不能玩得了。能稳定直播不容易了，是很不容易啊。哎，这是能前辈吗？能前辈送了个粉丝团灯牌吗？谢谢能前辈啊。秃头当年也是这么过，但都是多久以前了？都是疑似上个世纪的事情。什么显卡是4070吧？猜的。攻击性强吗？啊，那我换了，那我不说了，我不能，我不喜欢攻击性强，那我要避免说一些攻击性强的词。还可以，是还可以啊。只是就是网络吧，我这个地方因为是公寓他们自己带的网络，所以就是普普通通吧，肯定是打不了，就是那种高级游戏的，就是那种很小的那种游戏，应该是可以玩。谢谢粉丝团灯牌，谢谢。网不好可以玩玩单机，单机应该可以，单机应该是带得动的。管人跟管人之间都是恩人，大家都是恩人。经典 RPG，RPG 游戏好像之前也玩过一些。RPG 游戏是像素类的游戏吗？好像不是吧？啊，有点不懂这个定义了。看直播网也很卡，是我卡了吗？我这边显示是绿网，可能确实是你们，如果是卡了，可能是那边的网络。主要玩什么内容的游戏？有点不敢说啊，就其实玩过一些，就是再说吧。反正现在暂时也不会玩游戏啊。有直播玩 JRPG 的计划吗？游戏肯定还是要小播一下的吧，所以之后还是会挑选一些，就是觉得各方面我比较喜欢的。谢谢粉丝团灯牌，谢谢。会唱歌吗？我其实刚刚试了一下，发现我这个麦会把我的高音给闭掉，就是唱到高音的时候会自动的闭掉。如果想听的话，我等会再唱吧。下播前可以小唱一下啊。对，但是我真的不是很敢直播唱歌，感觉特别的拉垮。恐怖游戏不玩，恐怖游戏绝对不玩，因为是一个人住啊，一个人住玩恐怖游戏我会死的，我会嘎在直播间的，就绝对不可能的。想听唱歌，声音好听，谢谢。一般唱什么风格的？等会唱个中文的吧。日文歌我得就是先开播前得练个10遍，我才能就是在直播的时候流畅的唱出来日文歌，或者是让我就是私底下狂听的日文歌，我才能就是直播的时候正常的唱出来。会直播打喷吗？喷打的，我不好说，因为只能就是连那个手柄是吧？我其实都没有用手柄，就是对着掌机玩过。推理类可以玩，推理类可以试着玩。哎呀，其实脑子有点转不过来，我怕观众有厌蠢症啊，就是可能推理类的东西我可能会有点就是过于犯蠢。一个人玩感觉房间里藏了人似的，恐怖游戏是这样的。打工打工我不怎么玩，打工是打工我真的玩的比较少吧，比较少，比那个反正是肯定是比那个排位什么的玩的少很多的。宝可梦可以玩，宝可梦是可以。哎，其实宝可梦不是说出了那个什么 ZA 吗？为什么 ZA 那么无聊啊？ZA 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系列，反正我就是硬着头皮玩了好几个小时就没怎么玩了，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强制进入天黑，然后进入那种战斗模式的感觉。宝可梦 ZA 有个最难崩的点，就是说呢，它会在那里屏幕上面提醒你说快要天黑了，什么和快要天亮了。我请问呢，这代入感在哪？这代入感去哪里了？谢
谢谢枯木心之的爱心抱枕啊，谢谢。哎，我应该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礼物的这个网站给它弄好啊？这样就可以看记录了。其实很多我应该都漏掉。玩法是比回合制有意思，剧情不行。是啊，那几个人物就是我至今都觉得很神秘啊，很迷惑啊，确实太迷惑了。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强制提醒你要到哪个时刻的那种感觉，就没有那种大世界的那种解放感了。珠子好玩，珠子确实好玩，珠子是真挺好玩的，珠子应该都玩了至少200个小时了吧？锐评，我没有锐评吧？锐评什么了？不啊，主播不是很喜欢锐评的呢。最喜欢哪代宝可梦？其实我玩珠子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珠子那么好玩，我就觉得就正常嘛，就是属于中规中矩，算是一个正常的，挺好的。但是结果现在玩了这些，还是觉得珠子是最好玩的。可能是因为那个剧情啊，还有一些东西确实挺震撼的，就还是挺流畅的吧。有喜欢的称呼吗？我都行，其实真的都行。小灰，很多人叫小灰，小灰也可以。谢谢粉丝团灯牌，谢谢。有没有玩过黑白？没有玩过。邦邦要出新手游了，到时候会玩吗？哦，新手游吗？有可能，有可能。小满也可以，小满也可以。哎，其实都是可以。叫贞子。哦，想起来了，这个贞子这个名字是谁叫呢？就昨天呢进了那个 VR 的大群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有点不太敢直接就唐突的加前辈啊，感觉特别的诡异啊，所以就是我记得我当时主动加的前辈好像只有木毛前辈，因为呢木毛前辈在群里面他的名字后面跟了一个括号，然后里面写加我，然后就加了。但其他前辈是不太敢加，但是有主动来加我的前辈我都震惊了，就是居然前辈主动来加我吗？不太合适吧，不太合适啊。有花里前辈和幼语前辈啊，然后那个贞子就是幼语前辈叫的，可能是英文名叫黑走吧，很可爱。幼语前辈特别的好。括号加我是的。这不得加大前辈哦，这真不敢加，这大前辈什么的其实都是不敢加的，以后再说吧，有机会再说吧。花里也是主动来加，花里前辈真的很感动啊，真的假的吗？很热情，真的很热情，真的很热情。游戏王听过，但是我不玩。大前辈都是等你们主动的哦。是吗？真的吗？我觉得就是加好友的时候要打招呼，其实我有点会尬住。花里还等着别人主动加，结果还是自己出手了。哇塞，喜欢。谢谢口水黄豆啊，谢谢至尊的日落了这个礼物。罗马卷里的绿色是丝带吗？是头发，是本来的头发，应该后面有这个挑染，是挑染，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妈妈给我就是搞的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像丝带缠绕在上面，就是凸出来了这条，好神秘啊！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神秘啊。谢谢舰长啊，谢谢，这怎么念啊 h o m i n e 的舰长，谢谢舰长。挑染绿色是我说的是挑染绿色来着。聊吗？其实都没怎么聊啊，其实都还是陌生人的关系啊，这怎么聊啊？神秘挑染啊，我不是很会跟陌生人开启话题了。原来是挑染嘛，哦，奶油挤上去了，那很好吃了。谢谢日日夜夜的舰长，谢谢。哇，舰长这么多吗？就是我当时是在想的，就是其实我有预测过大概是20多个，但看到有30多个，其实我是很震惊的吧。有没有特别想和哪个前辈聊天啊？
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是报名 VR，肯定都是因为有憧憬，就肯定是会有欣赏，或者是说觉得啊这个主播还挺好的，然后抱着这样的念头，然后来然后来填那个什么表啊，不然也没必要，对不对？但是呢，但是这个其实呢，怎么讲？我觉得灰色版呢，确实是就是不是那么的，就不是很想跟，其实不是很想跟，就是所谓的就当曾经欣赏或者是说有点当偶像的那种人啊，我不是很喜欢近距离的接触啊，就是所谓做朋友，或者是说贴什么的，我感觉会打破一些就是滤镜的东西，或者是说就是会产生新的感受啊，我不是很喜欢这样，我喜欢保持点距离，就是跟喜欢的人，然后就是怎么讲，就是距离产生美吧，我还是很相信距离产生美，所以我是不想透露，就是跟就曾经或者是说喜欢谁来着，我觉得会有点影响一种就是我的那种东西，懂你意思，好，懂我意思就行。也确实这样。喜欢的前辈还在吗？这个还在吗是什么意思？还活着吗？还毕业了吗？还是什么？有在的吧？应该是有在的吧？猜测应该是有的吧？只是一个猜测，不一定对啊。哦，刚刚好像有舰长，我得看一下。哎，我真的恨，我根本就不会调这个直播的这个东西啊。好吧，其实我懂，忘记了。等明天那个礼物机调好了，我再来统一谢谢吧。对不起，为什么不谢舰长？哦，那就是你的舰长，谢幸运辉月的舰长，谢谢你，谢谢你的舰长，鞠躬。生死不明，生死不明这个词是不是有点皱了？没有啊，不能说是生死不明吧。谢谢谢师傅的 super chat。今天辛苦了。完蛋了，我没看到后半段就跳过去了，我完蛋了。谢谢粉丝灯牌，我真绷不住了。该让 staff 调试一下了，是我还是晚点找 staff 吧，跟他说一下。其实我们应该都说了，就说有人说这个网站 staff 已经调试过了，但是还是没有结果。谢谢外卖员阿 B 的舰长，很久没有主播这样的正常人了。我正常在哪里呀？不是很正常吧？感觉有点那个了。最流行的新3个，这是什么？有点那个了。最流行的新3个，这是什么 ？staff 是哪个啊？我 staff 就是有一个是面试我的 staff， 就是还是跟我交流很久的一个 staff， 就负责我出道前的很多事情的一个 staff， 还有一个就是后面的又给我分配了一个，可以就是让我就是有些问题都可以找他帮忙，什么投稿啊，什么设置啊，然后的那种 staff， 就这2个 staff。谢谢4楼舞台的舰长。staff 真可以说吗 ？staff 不能说，因为我们开会的时候 ，staff 说不是很想让别人知道什么的。谢谢谢丽卡，的舰长，谢谢。staff 原来这么多吗？原来 staff 很多的呀，我觉得蛮多的，我觉得还是蛮多的。是53还是2我还是初2？哇，都特定到了吗？确实是这3个的其中一个啊，就是面试我的，确实是这3个的其中一个。谢谢波波，啾咪捏的棒棒糖，谢谢。3个的其中一个是哪个呢？PS 都是名牌了，不是吧？为什么他当时要跟我说？他说不想让别人知道。主要声音很适合晚上睡觉前听，这么催眠吗？我不行了。
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加有精神一点，主要是没怎么睡觉啊，所以可能声音确实是没有那么的有元气。明天更加元气一点吧。几个前辈都报完了，肯定是梁果，不是梁果，不是梁果老师啊，是53老师啊。面试的时候确实是，那我就直接报吧，反正如果说报完了的话，是53老师啊。谢谢粉丝团灯牌，谢谢。肾虚，其实不是很肾虚啊，最近可能身体不太好，所以听起来有点。其实我觉得我声音不是很肾虚的那种。今天7点说话是感觉嗓子要废了，昨天直播完力竭了，昨天直播完真有点力竭了。全是53老师哦，因为肯定是他负责面试吧，我觉得他应该是负责面试来着。53是去，这什么话啊？你看我一提到这个 staff，这弹幕就要开始黑屁了。其实我 staff 真挺好的，就都挺好的。昨天紧张，昨天是有点紧张。哦，我知道，花里前辈也是53，这个我好像知道，我好像还真知道来着。挺好的吗？真的挺好的呀，就挺好的呀。没有53，我不可能加入到 VR 啊，就是最后肯定还是他通过我了，所以才加入了。这叫什么？这是害了我吗？还是恩人啊？等播1年就知道怎么样了，好吧？其实已经认识很久了，其实真的还挺好的。53的恩情还不完。什么话？我的天你妈！昨天还在想，就是如果我应该是不能说的，就是如果我直播，就如果我首播大失败了之后呢，就全都是53没有眼光。如果我首播成功了，53就是恩人。反正就是这么想的，我就这么想过。目前看来啊，中规中矩吧。53老师还跟我，这可以说吗？其实不是黑屁啊，其实真的挺好的。就是他当时呢，就爆出剪影的时候，我就很紧张了，突然很紧张，就觉得要记了。我就跟他说完蛋了，我说完蛋了，就是感觉我真的废掉了，就是真的是要记了，很紧张。他跟我发了一个说什么，他跟我说了一些我忘了原话，什么建议你要什么演戏啊，什么苍系偶像啊这些东西。我就在想，真的假的？但是我确实就是正常吧，我就正常吧。但是确实是正常的，就是没有什么刻意的那种什么东西。就有的时候不是很会那种编辑那种文字的东西，我其实我发文字我一般都有点词不达意的感觉，所以其实确实是，不是经常的那种就是文字交流吧。跟我说什么苍系偶像给我绷不住了，偶像在哪？苍系在哪？啊，不演啊，我觉得不演啊，很奇怪，就有人好像也有人这么评价过，其实确实是不演的。苍系很侮辱人了，很神秘啊，很神秘啊，确实。看偶像大师吗？是那个闪耀色彩的那个吗？就是偶像是那个吗？我看过啊，但是就是了解了每个人和组合之后，发现没有我特别吃的一款吧。就我当时呢，我当时我其实看外形，就纯看外形啊，有一个叫什么日花的吗？什么七草日花吗？还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还蛮就是符合我喜欢的就是外形的标准了，但是唱歌的声音我不喜欢，有点苛刻了，对不起。他人设也挺好的，其实。什么口味？有点说不准，感觉一直在变啊，感觉一直在变。
苍系什么意思？苍系，我好像玩过一个游戏，然后我刷那个攻略视频的时候，有人说这个人就是什么苍系偶像什么的，应该是那种很冷漠的那种人吧？那灰泽满还确实不是那种人啊。七草日花肉体出，不是对着七啊，不至于啊，确实不是啊。还好哦，不算了，没那么那个。黑皮越神经的，没有黑皮啊，没有黑皮任何人啊。突然就肉体出了，对啊，怎么突然肉体出了？不要肉体出啊，不要肉体出。还有什么？不冷淡，现在就是不冷淡啊！我真的很好奇，就是冷淡在哪里？这个我真的很好奇啊！其实真是不冷淡啊，就真不冷淡啊。是，我就经常我还是喜欢就是直播来聊天，我不是很喜欢动态聊天的那种啊。原来也是 LTP，不是啊，不是 LTP 啊。谢谢 S1，考虑到偶像要营业，正常人的距离感就很长。好吧，好吧。语气跟声音是因为最近有点累了，是因为真有点累了。这个首播真的给我整力竭了，我之后修复一下吧，之后修复一下吧，说不定就马上安装元气的这个模组了。不发动态不回私信哦，我都说了之后再说吧。因为私信我喜欢统一回，但确实有太多奇怪，不是奇怪了，是挺有意思的。对，之后想好再说再回复吧。元气感挺好的啊，我也觉得等等，是没有什么元气感挺好的吗？我觉得没有元气感的直播会让我昏昏欲睡。就是如果我是观众的话，哦，谢谢这个福音小少啊，谢谢。如果我是观众的话，如果我看主播，如果他没有元气感，那我直接关掉。那我想说，我还是觉得元气感很必要啊，我之后会更加元气的。私信挑着能回的就可以了，可以这样吗？那我等我挑一下吧，我晚点挑一下私信吧。构思怎么回复评论很费脑，确实是，因为我真的不怎么回复评论啊，所以大家可以少发点评论了，感觉特别的就是冷暴力啊，所以大家就少发点评论好了。我发动态的时候就点个赞，其实就可以了，因为确实不知道怎么回复了，就想不到怎么回复。谢谢粉丝团灯牌，谢谢。找花里前辈取经，哦，啊，花里前辈确实很可爱。之前拿一个小号上网的时候，花里前辈过生日的时候给他发了一个生日快乐，然后他还回了一个谢谢宝宝。我当时还在想，原来是会回复私信的吗？这可以的吗？原来他回复私信的吗？看看小号，小号没有了，现在没有了，现在是就只有这一个号来着。还有这是看看回放，诶，是什么回放？哦，你是说我不是直播弹幕发的，我是私信发的，就是心血来潮发了一个，然后居然被回复了吗？认知处有点就是感到满足了。啊，这私联爆，这算私联吗？啊，B 站的这种私信其实还好吧。花里新娘确实回私信都是非常敬业的主播。这争取多回一点吧，争取我也多回一点吧。人之初，我还好吧，其实还好，就有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抽筋，就是可能会想被认知一下，但其实总的来说，我还是希望就是不要被认知好，不被认知还是比较，其实更安心一点。我喝点水。
想被美少女认知，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啊。姐妹，我懂你，因为我也是，我不是啊。不要这样子好吗？我不是啊，我觉得我不是啊，我真觉得我不是啊。我是那种就是如果我进到一个直播间，如果对方说欢迎灰泽满的话，我就会落荒而逃的那种啊。那请千万不要，请千万不要认知我啊，谢谢。不是很，我真不是啊，这我真不是。我觉得我不是啊，我真不是。闭麦星之壁哦，因为我怕我这个模型变形啊。我怕就是突然一下子很狰狞啊，还是就是不要打破一些东西好了。突然念到 ID 很恐怖哦，是有点惊呆了。欢迎尊贵的灰泽满大人降临直播间。一般他们会说什么来着？他们会说什么？我忘了。哦，好的。我怕我自己，我不说模型，我怕我自己。我们的须弥感要拉满了。打咳嗽不那种什么咳嗽啊、喷嚏啊、什么擤鼻涕啊，那我包闭麦的，太恶心了吧那种声音，我是不喜欢听到的。但是被自己看了很久的 V 喜欢的 V 念 ID 很开心，就是有那种特殊的时机，就你会很想就是说啊，他一定要感谢我一下之类这种感觉。但是一般来讲就还是算了比较好，就比如说特殊的节日吧，你发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你上了什么舰长，就希望可以这样。别说这个，别说那个，别说那个。好的，行，这都不说了，都不说了。谢谢粉丝团灯牌，谢谢。想得到回应是很危险的，还是不要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看，就是喜欢的人比较好，看偶像啊，或者是看什么主播啊这些的，都不要抱着这样的心态啊，就抱着，还是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距离产生美了。谢谢粉丝团灯牌，可爱，谢谢夸我可爱，可爱在哪？看地偶吗？地偶是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的呀？就突然一下子，我感觉朋友圈突然出现了几个，我怎么刚卡了一下？出现了几个就是应该是地偶的东西吧，就是照片那些了。我就很惊讶，就这什么时候开始的？就这么火吗？谢谢良辰没有中线的舰长，谢谢你的舰长。网是不是不太好卡了？不要吓我好吗？现在是正常的吧？现在是正常的吧？我这边的网络是正常的耶。还卡吗？现在还卡吗？哦，现在好了。好恐怖哦。年龄到了吧？年龄是什么？什么年龄到了？这指的是什么？这个发型很神秘啊，有人让我描述，其实我也描述不出来，因为其实我感觉并不是按照我的想法梳出来的发型啊。但是也很就是但是也很特别吧。尊重吧。永远的16岁，是的。还真是。又卡了吗？但我这边是绿网哎，应该没事儿。钻头吗？这个很像钻头吗？有点，好像是有点。小卡不算卡，我把我帧率调低一点吧。以后直播我帧率调低一点吧。就是把帧率调到4500以下了。我今天稍微拉高了一点点，没想到就会小卡。谢谢粉丝团灯牌，谢谢。像板鸭的钻头哦，好像灰毛还真是呢，灰毛还真有点就是相似。哦，马绿吗 ？OK。
谢谢师傅的这个原版设计是什么？是单马尾吗？等一下，我要咳嗽。原版设计是侧马尾吧，就侧的那种卷发，侧罗马卷发吧，这种感觉。肯定要闭麦呀！这种声音听起来多么奇怪啊！肯定得闭麦的，感觉会传染啊，感觉会传染啊。悬疑小说挺喜欢的，悬疑小说挺喜欢的。哎呀，好像有段时间没看了，以前跟你说很喜欢的。我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好像是初一吧，小学也会看一些，但是初中可能就看的更多了。打喷嚏不要闭麦好吗？我上一次打喷嚏的时间感觉是很久以前，我好像不怎么打喷嚏，就可能会咳嗽，但是基本上不打喷嚏。我都不记得我平常真的会打喷嚏吗？没有啊，没有这样的，还不是那种关系啊。确实，我们今天其实真的只是第一次直播聊天，其实都不是很熟，很多东西还是不要说比较好了。初一吧，当时吧，应该是吧。初中毕竟是在初一和初二的上学期，就1年半都是在国内的初中嘛。国内的初中，大家手机管的超级的严，就超级严的那种啊。我依稀记得，就是我只有过生日的时候和放假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可以拿到手机，然后再也就拿不到，大家都这样。然后所以就那个时候大家都看书，大家都特别喜欢看书。和律动不熟。啊，挺熟的，好吧，挺熟，有点吧。小时候确实管的严实啊。那个时候想打游戏，好像都是那种偷偷的把那个手机，就是躲到厕所，就是偷偷的，就是翻箱倒柜的找出来它藏匿的地点，然后躲到那个厕所去开一把，特别的诡异啊！我的天哪！和手机如牛郎织女，真的虐恋手机了。那个时候，真的是风纪委员吗？是的，还是在学校当过一些职务的。之前辉煌时刻就是当过中文不呸，语文课代表和学生会的一个干部啊，666。那辉煌时刻，在国内当然是在国内的时候，在国外的时候已经被踩在脚下了，就是已经被外国人踩在脚下了，确实很辉煌。风纪委员都干什么？就是早上的时候去记名字吧，谁迟到，然后呢去管理自习课的那种安静。学生会会长吗？那肯定不是啊，我怎么可能当上那么高的职务？就是，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学生会是干啥的。就那个时候呢，就每个班好像是会选1个人还是选2个人，然后去那个什么学生会啊。然后我去了之后呢，我真的就只记得一件事情，就可以监督他们跑操。就是我们其实学校每天放学都会有一个，要跑个好几圈，就是在操场上。就如果你是学生会的，就你每周就是有那么就可能会轮到你去监督跑操，就是可以逃掉这个跑步啊。我说那简直爽麻了。CSSA 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最混沌的不是很混沌，学校名字不能透露啊，学校名字怎么可以透露呢？特定了就。学校怎么放学校跑步？因为中考吧，因为国内他们中考是有体测的，我们当时的体测应该是包含800米的，所以学校肯定是为了就是让大家都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成绩吧，所以就全部都就是赶到操场上去给我跑吧，就这样。
特别特别特别累，我觉得真的跑步超级累。转校过转校挺多次的，转校挺多次的，这个是真的。中考的长跑巨折磨，练到考前也没考满，考满什么的我是不可能的。就幸亏我初二下学期的时候逃脱了，算是一种解脱吧。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我其实当时一想到这个中考要跑800米，我都要做噩梦了。至于我的成绩呢，我记得是5分钟。800米的成绩好像是5分钟来着。就肯定是稳稳的最后一名的不及格吧，应该是。上一次转学是在什么什么学校吗？不是，不太了解这些学校。差10秒及格，真的假的？哎，四分多少秒就及格了？真的假的？真的及格吗？及格不了吧？就没有人，几乎没有人是4分30秒以后的。因为会测版呢，就是前面跑2圈就正常跑，然后到了后面就走路了。就真的懒狗上身，就直接开走了。老师都震惊了，老师说你为什么在走路啊？你为什么在走路啊？4分50秒及格了哦，那确实还行啊。那感觉其实当时如果冲一下，说不定能及格呢。都是要求满分的，是啊，满分我记得是要在3分多少秒，就女生800米是要在3开头的，简直是做梦了。中考体育是体能最好的时候哦，挺锻炼的，是挺锻炼的。4分10几才及格啊。相比于成绩更关心安全，危险吗？这个危险在哪里？这个体测。主播铁 W， 这个东西啊，那是就是吧。以后就没有跑步那么快过了。确实很难。打分喜欢用什么武器？我以前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喜欢用那个泡澡桶来着，结果那个泡澡桶真的我觉得后面太无力了，真的太无力了，所以就换成了 ZAP85之类的这种，然后可能会玩一下炮吧那种。除了滚筒，其实感觉都有尝试过。好久没打了，有，我最近其实自己开了几把，但是呢，还是觉得有点难。85是对，确实85太帅了，85我喜欢那个枪的样子。滚筒我不会啊。泡澡盆真的不行，确实啊，就是它很漂亮，就很可爱啊，就是它那个泼出去。以前手感上来的时候觉得还挺准的，后面觉得拉完了。宝可梦风浪出了有给主播塞宝可梦环节吗？星座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有这个。今天说话没有昨天夹，但那确实今天真不夹了，今天真夹不动了，今天真的力竭了，所以这真的有点夹不动了，这算是我平常正常的声音了。ZA 不算新了已经啊。我还买了那个 ZA 的 DLC 呢，感觉这辈子玩不到了，真的，因为我感觉我还有很多主线没有跑完。之后会夹的，之后会夹的，之后肯定是会夹一下的。我还是喜欢夹一点。ZA DLC 很差劲，真的吗？那我白买了，我真后悔了。早知道，哇靠！我真的应该先玩一下这游戏是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再选择就是买不买它那个 DLC。结果我直接一股脑的全买了，真疯子来了。主播声音真好听，是本音吗？啊，现在确实差不多是了。这个弹幕
我靠，这个句式感觉特别的古早啊！主播声音真好听，是本音吗？然后就想到一些很奇怪的视频，有妈妈的风味。你为什么都这么喜欢叫妈妈啊？我其实不虚啊，我声音不虚的，就是嗓子有点哑了，就最近也不能说说话太多，其实没怎么说话，都不知道为什么就哑了。其实没怎么说话啊，基本上没怎么说话。老管人吃，是老管人吃吗？我觉得不算啊。我是19年下载的，其实19年下载的 B 站，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一下载 B 站就有刷到过这些，因为当时只关注2个区，一个是唱剑，一个是舞剑。然后20年的时候就才是高强度看管啊，然后之后才高强度看管。初中的时候吧，那是初中的时候，因为初中的时候就身边也有同学喜欢，就还挺震惊的就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到外国去国就别的地方去读书了，就很震惊，就身边的人居然有跟我喜欢一样的东西，就真的算是找到一种同好的感觉。会叫宅舞吗？一般。老资历的吗？哇，我也可以称为老资历吗？老资历这个词好神奇啊！谢谢自然力法者的舰长啊，谢谢舰长，舰长礼物从来没有发啊！哎，舰长礼物要怎么发？我得去，我最近得去，我去研究一下吧，我去研究一下要怎么做和怎么发货来着。几月来的？几月来的是什么意思啊？给老资历跪了，给我跪了吗？20年看什么？20年staff 就是我可以问一下 staff 就知道，他跟我说是可以找他的，我肯定就问一下就知道了。我靠，直播怎么这么累啊？20年的时候我看的是，我一开始看的就是，哇，这个要说起来真的很长耶，感觉说完我真的会晕过去，特别长。建议你最好自己发，我觉得还是自己发比较好。是的，我也觉得。20年是国币还是日币来着？记忆有点混乱啊。因为我说了，我一开始看的是 Answer 嘛，然后呢，我说了吗？我咋没说吧？何意味啊？怎么直接说出来？有，疯了！我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一开始看的是 B 站的唱剑，然后呢，我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一开始看的是 B 站的唱剑，然后呢，就是听那些唱剑的歌，那个时候是19年的时候吧，然后就关注了一些唱剑啊，然后就知道了冷鸟啊，然后和 Hanser， 然后就我不确定他们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反正就知道了VR 吧，大众。但是其实我看 V 啊，就真正开始看 V，其实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啊。哎，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跟那个确实没什么关系啊，就是真正开始看是当时是因为当时是在海外来着，就是想看一些那种说英语的吧，就感觉可以磨练一下听力来着，就去看了那个冷鸟，不喜欢别人叫他冷鸟吗？这样吗？那不太懂。就是他看的是 Hololive 的一些EN 的 V。宝宝，我也是看的那个韩色看 B 站，然后看 VR 的。哇塞，那很巧。其实只看韩色，其实除了韩色以外的，其实都没怎么看。就那个时候啊，仅限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看的是EN嘛，EN我第一个感兴趣的就是，其实看了
看了不少，但是第一个感兴趣的应该是火鸡，然后我是因为火鸡，然后去了解了他们那一期生啊。但是呢，最后让我就是持久的喜欢的话，肯定还是 Hololive 的那个伊娜吧。就是我是因为伊娜，然后我才去看 Hololive 的那个本部啊那些东西了。但是入坑的话，确实是因为当时觉得火鸡还蛮好玩的。华生就是都关注嘛，但是肯定就是有喜欢和就是正常的，就是有喜欢的和无感的吧。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但是我没看到这句话啊，弹幕刷过去我没看到啊。伊娜可爱，确实喜欢挺持久的啊，希望她可以一辈子播下去啊。然后之后的就不讲了，太复杂了，太那个了，因为之后再说吧。但是我当时确实是因为身边的就是真的是有朋友有在看这个，不然我不可能就是如果我一个人单机的话，我真可能看不下去，太那就是会觉得有点无聊吧。发型危险在哪？以前看国 V 吗？看的不多，真的不多，这个得承认，真的不多，可能不超过，肯定不超过5个，肯定就是你说让我就一直关注的吗？肯定不超过5个，特别少。少说点，以后没话题了。哎，我也觉得，今天我们播完之后，感觉以后再也没话讲，需要同担这块。真的很需要同担，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就是没有同担的话，感觉特别的那个，特别的无聊。为什么想来 VR？为什么想来 VR？也没那么想吧，那个时候没那么想，说实话，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递的。就是毕竟中间时间太长了嘛，所以是有一些变化的。永远有话说是很难的吧？我今天是真没准备什么话题啊，我就是下次我再思考一下，可不可以有什么可以分享的那种固定的那种东西，或者是我开那种棉花糖，然后脑死回答一下那些问题好了。谢谢粉丝团灯牌，谢谢。VR 系来面试的，称不上。其实我觉得，其实还好吧。反正那个 staff 绝对不知道我是，就是不是不知道啊，就那个 staff 肯定不是认为我是这样的吧？我猜的吧，应该不是吧？确实还好，就当时没有那个，当时没有那么多啊，就我没写那么多介绍啊，没写那么多自我介绍，很奇怪。也就随便来来，也没有很想。哎，其实还是荣幸，还是很荣幸啊。就是，虽然一开始是这么说的，但是当时呢是在3天后吧，就是填了报名表就很快，可能就3天后吧。现在话锋一转，就是那个时候是24年啊，就现在我定睛一看已经26年了，我去。然后那个时候确实3天后就收到那个邮箱的通知，就是虽然一开始我是这么说，就不是很想，但是收到那个通知的时候就有点真香的感觉，就觉得我去，真的假的？被选中了吗？反正就是当时肯定还是爽了一下。当时我都特别记得那个场景，就是本来是觉得肯定要很久吧，就肯定要很久，所以其实不是很关注邮箱来着。有一天呢，就是在游完泳的时候，然后就准备洗澡之前就看那个手机邮件，然后看到那个邮箱那个通知，就觉得6666666，随便投投，没有那么随便吧，还是认真的，还是认真的用 ChatGPT 就是写了几个回答，也有些是自己写的，
水泳不能吗？还有，以前参加过这种游泳的这种队呀、就这种游泳队之类的这种东西，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了，这种，很久没有过了。没有 GPT 不是让他自己给我想啊，就是我会把，就是我大概想回答的一些东西，给他发过去，然后呢，然后让他给我就是润色一下吧，就是润色的更加的符合，面试官的心意吧，这样子。游戏王不打，听过，我知道这个游戏啊，但是没有玩，GPT 过几年自己出道，写作业拿 AI，哎，那个时候还真没 AI 吧 ？AI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哎，我上初中的时候没有 AI，就上高中的时候有 AI 了，上高中才有吧？真的是上高中才有吧？初中的时候还真没有，初中时候真没有，高中就有了，确实啊，确实后面就很依赖了。22年，对对对，应该是22年吗？22年吗？好像22年没有呀，我是23年和24年才开始用的，23年跟24年。哎，我用 AI 之后呢，我都在思考说以前的人类是怎么写作业的啊？就那些论文就真的是他们自己想的吗？简直是天才来的！因为有 AI 之后，就很多东西你可以让他帮你，就想那些东西。不小啊，不小，因为主播一直都是在上初中跟高中嘛，所以就确实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年龄来着，并非小啊，哈哈哈哈，想的抄的，这不至于吧？九龙鱼没那么张玉吧？没那么张玉吧？不够 V 吗？真的不够 V 吗？好，我之后真的很 V 了，我要保持了，我不聊那些奇怪的东西了。没 AI 就到处抄，就是拼剪了，就是确实啊，就网上搜哦，确实，哎，这确实是，就是网上搜那些论文吧，然后再去修修剪剪。谢谢什么什么的小红书的舰长。ID 太快了，没看到，对不起。谢谢你的舰长。没话题可以直播做数学题，那不可能的。数学是我最讨厌的科目之一吧。数学跟物理都是我最讨厌的科目。就不擅长吧，不擅长的科目我都讨厌啊。就这样。学术采访老师，50舰长了，震惊我了，真的假的？能维持，以后会有直播打帮帮的环节吗？可能会吧。音游吗？哎，我音游也很手残，可能会吧。擅长什么科目啊？具体没有很擅长的，可能以前稍微擅长一点就是语文科目。马上百件大 V 哦。合同结束前真能摆件吗？没那么简单。没有，文学少女哦，哎，文学少女真说不上吧？以前我还敢这么说，就现在其实真的挺贫瘠的感觉，就是很多东西都那个了。还有很长时间呢，别急好吗？确实还有很长时间，非常非常长，就长到我有点无法想象的长了。其实，发现误入歧途了 VR 园区，没有啊？这正道好吧？正道。
斗破苍穹算文艺青年吗？斗破苍穹好像是听过吧。我觉得看小说很私人吧，就大家都是有自己的喜好，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好了，有没有空回国播3D？哦，我会回国，我经常回国啊，我每年至少要回至少最少都是要回3次，至少啊，最少是回3次的。会一直有话说吗？那我真不一定的，那真不一定了。我去再锻炼一下吧，锻炼一下找话题的能力了。喜欢龙族还是春雾？龙族吗？龙族我听过，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比我年龄小的家属，然后男生吧，然后就看这个东西，但是我是没怎么看。春雾挺好看的。都不喜欢，没有春雾挺好看的，春雾我看过。哦，嗓子哑了，我要去喝水了。喜欢《小时代》吗？看过，但是，哇，小时代》有点太古早了，我其实有点记不清楚剧情了，就记得很奇怪吧？我记得是个很奇怪的剧情就对了，就是那种如果我没有办法用几句话概括的剧情，那就证明它肯定是很奇怪的剧情。主播什么国籍？怎么问这种问题啊？我肯定是中国人啊！我的天哪！我这说话真的很像外国人吗？难道我现在说话很像外国人吗？喜欢《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吗？哦，我挺喜欢《红楼梦》的。又爆什么了？这很爆吗？这在爆什么？这个还好，我是，难道会真的有人以为我是外国人吗？外国在哪？外国不至于啊，确实不是。中文说的好，那是因为真的就土生土长的在中国广东深圳长大，那肯定是啊，那就是就中国人啊，因为真的有来自南方的网友哦，六语前辈是真美国人，那挺好的啊。文化碰撞一下，讲几句粤语听听啊。这个我得先说一下，我真的是一点方言都不会讲，就是我会0个方言啊。在家里的时候呢，就是我爸爸妈妈呢，就是会说那种粤语，就他们不想让我听到的话，都会用粤语交流啊。但是他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让我去学习粤语来着，就是很诡异吧。然后我也没有一直说主动要学粤语啊，所以就是什么都不会的这种。椰子鸡我喜欢吃，会粤语的不多，其实还是有吧。深圳确实可能有一些就是五湖四海来的人，那可能确实不是说粤语的，那我再也不说了，那确实不说，这真不说了，谢谢提醒我，这真不说了。中原官话呀，好多广东的应该是有吧，应该是有。虽然我其实记不太清，但是肯定是有的。哪里人都有吧，肯定是哪里人都有啊。说2句会的，别啊，很恶心的，绝对别！就如果真的会粤语的，听到我说粤语肯定会想死的。谢谢哇，我不太会念啊，是5个平假名还是片假名的舰长啊，谢谢，确实不会念。我以后献礼物的时候开一个翻译吧，就是那个读音翻译。
粤语歌肯定不会唱，我都说我不会啊，我都说了我不会，我都说了完全不会。客家话更不会了，就完全没听过，我可能听都没听过，好像是听都没听过。日语读罗马音。没装那个插件吗？可以注音的哦。我知道那个，但是我现在确实是什么都没搞呢，就很多东西都没搞呢。多邻国吗？多邻国学语言吗？我觉得多邻国啊、有用，但是没那么多。就是在上面学过一点点日语啊，但有点用吧。我觉得用处不是那么的大，就是广东菜，广东菜说不上来了。广东菜什么菜是广东菜啊？我喜欢吃炒土豆丝，是广东菜吗？豆豉排骨哦，肠粉不是很喜欢，椰子鸡还可以，虾饺不是很喜欢，烧鹅一般吧，有点腻，猪肚鸡可以吃，也一般，凤爪也不喜欢。好像没有特别喜欢的，确实。白切鸡一般吧，叉烧不喜欢，太甜了。豆腐还挺喜欢的，椰子鸡以前不喜欢，就是后面就喜欢了。我其实不太喜欢椰子，但是吃过一次觉得还可以。移除鸡，广东鸡，不要给我移除好吗？遮包。没什么印象了。我知道这个菜，但是没怎么印象，没什么印象。煲仔饭太硬了。热芝士世界上最好的粤菜，谢谢 SC 啊！最好的粤菜在澳洲。澳洲是还蛮多吃的了，但其实感觉哪个国家都有很多吃的。现在大家都是很融合的开那种餐馆，哪都有那种吃的。牛仔骨可以，应该是吃过的，还挺好吃的。英国有吗？不太了解，去过但不太了解。海鲜牛羊肉啊，澳洲吃的，我觉得还行，还可以吧。最近都没怎么吃饭，说实话。因为一想到直播就很想死，但是呢，所以就很紧张，就没怎么吃饭。等我播完去吃点东西吧。咕老肉，就甜的那个吗？还可以，那个可以。自己做饭吗？还是叫外卖更多吧？但是自己有尝试做过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就可以让自己饿不死的那种。没有厌食，只是就是没有特别的喜欢吧，就是没有特别喜欢，其实都挺好吃的。其实你要说好吃些都还可以吧，都挺好吃的吧。没有，就紧张啊，就当时很紧张，不是因为直播不开心啊，我其实挺开心的，直播真的挺开心的啊，就是当时有点紧张啊。对，炒土豆丝就做了几个东西，做饭 vlog。但是不会做什么菜啊，根本不会做什么，袋鼠好害怕，袋鼠好恐怖啊！下一个这个什么的已经说过了，刚开播就好像有这种话。会读悬疑小说吗？我怕我就是读小说的时候特别的就卡壳，就有字不认识或者什么的，我就有点害怕，真的。下一次开棉花糖会，好的，我肯定会开棉花糖会了。聊不动了已经，我肯定，我下次真的直播应该是开棉花糖。
读书会挺好的。OK， 我晚上吧，如果读书会的话，应该会放到晚上，因为读书会应该很催眠来着。如何评价东野圭吾啊？哦，哇，我其实从来没有说过，我其实觉得我从来没有反踩过任何一个人啊，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但是东野圭吾确实是为数不多的，就是当时呢，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应该小学初中的时候，就是跟我们班一个玩的很好的朋友，我们两个狂看东野圭吾的书啊，可以说他每一本书都看了，就是看到什么程度呢？就真的是那个时候感觉是他2020年前出的所有书我们都看过。然后呢，我甚至还问过这种话，就是我有一次呢，放学的时候还问我爸爸，我说，哎，我说为什么东野圭吾他拿不到诺贝尔奖啊，诺贝尔文学奖啊？就是我还问了他这个问题，把我爸都整沉默了。但是这不是重点啊。然后所以呢，后面呢，因为开始玩手机了嘛，就是后面有手机了，结果就发现很多骂东野圭吾的人，然后我突然就觉得很尴尬，然后就从此就加入了反踩东野圭吾的这个行列啊。但是我确实曾经喜欢过，所以就确实是说了，所以确实就首播的时候就聊到了。我其实有点后悔，就那个时候刚开始看那些锐评的时候，就觉得我去，那东野圭吾可能真的是屎吧。然后就很后悔嘛，然后之类的。然后结果呢，在后面我真后悔了。后面我觉得没必要就这么的否定曾经的自己吧，就觉得挺好的，就觉得其实挺好的是。被社群裹挟了，确实这样子，太坏了。谢谢抽象工作室 buff 的舰长，谢谢舰长。其实白夜行挺好看的啊，我当时肯定是因为觉得都还挺好看的，所以才这么说的啊。但是他确实有几本书是让我觉得就是特别烂。谢谢棒棒糖，谢谢。就特别烂的那种书，比如说我记得当时是这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我可能记不清了。有一本书是讲那个什么人鱼吗？就是感觉跟人鱼有关，巨诡异，太诡异了。那本书我从头到尾都没懂他在到底干什么。谢谢盲笑的舰长，谢谢舰长。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就应该是有一个人什么是残疾的，然后呢坐在轮椅上，然后又讲到什么人鱼啊，反正就给我整懵了就对了。沉睡的人鱼之家，那应该就这本吧。这本过后，我其实对它的滤镜已经就是破碎了，就大打滤镜了，就太恶心了，就是看不懂，就完全看不懂，完全无法理解的那种，都是反映自己的心态或者是经历，反正那个是真没看懂啊，真没看懂。我很喜欢的一本是圣女的救济吧，还有那个恶意，就这两本还挺好看的。嫌疑人 X 也挺好看的，就这3本我都觉得好看。但它有些是真的不好看，有些是真的不好看。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强撑着，就真的对它很有滤镜，然后就硬看。还有一本书我也是印象很深，就很厚的一本，然后封面很好看，叫《盛夏方程式》吧，可能是叫这个名字啊，我可能记错了。就这本书呢，我还主动去买了，然后因为我旁边有一个，我不是跟一个女生我们俩一起看嘛，然后我还把那本书借给她了。然后我们两个看完之后感觉都沉默了，就是都没有就是聊这个剧情的那种程度，就是两个人都就他就还我的时候都沉默了，就两个人都突然一下子就是觉得这样子嘛。读了20本左右，现在1本都记不得。我也有点记不得了，太早读了，有些剧情其实读了就忘了。给运得给他断食。我当时去运动会的时候我就带着那本书去看。他说：“哇塞，你在看东野圭吾的书吗？”他说因为他真的是跟我一起看的嘛。我就说是啊，然后我就看了嘛。他就说那你就，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借你看？他说好啊。然后看完之后给他了。然后我其实给他之前我好像还说过，就说这本书怎么说呢，很难懂吧？这本书很难懂，我就跟他说很难懂。谢谢粉丝团灯牌，谢谢。乙的也看过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还有乙啊，对啊，乙也是个神人来的，就乙其实我还行吧，乙其实还可以，乙其实很神人，但是其实还可以啊，就那个时候跟他看起来还是可以的，肯定是比就是
肯定还可以，就我们两个觉得还是挺好看的。虽然觉得有点神，但是挺好看的，真挺好看。它有一些就印象很深的剧情，就至今觉得还挺好看的。推理元素很轻，圣女的，我觉得圣女的推理元素还蛮高的，那个确实很轻。我以前也是把它的全买了，后面为了赚钱已经把它早起，后面知道出版社为了赚钱已经把它早起随便写了翻译出版。哇，出版社真的没有什么底线的。谢谢翠云太梦的 SC， 谢谢。咦，我看的不多，所以基本上应该都是神的来着，因为没有一本是我觉得槽点很大的那种。注册了微博，暂时没有使用的计划，因为我没有什么想发的东西啊。生活比较无聊，所以确实是没有什么想发的。出版社也太坏了吧！出版社怎么这么坏啊？好像是这样，就是应该是说，就是看了东野圭吾之后，然后又看一些别的日本作家，我突然就是知道了一个东西，原来翻译的差距这么大吗？就是翻译的差距真的那么大吗？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是意识不到的，就后面突然觉得，我靠，原来翻译占这么大的比重吗？然后就开始就是开始就是要筛选了，要筛选翻译了。多播宝可梦吗？我都不确定我这个电脑它真的能让我就是连接到那个什么我的 Switch， 然后就让我玩宝可梦吗？应该可以吧？在宝可梦我只能玩 ZA， 因为其他不是都打过了吗？就打很久了。ZA 有点坐牢，但可以玩，可以玩。就直播玩可能比我一个人玩会稍微的好玩一点点吧，但可能只有一点点。白夜行翻译好，加了很多分，我忘了是谁翻译的，反正。有采集卡，应该有吧？哎，难道我没有把采集卡带过来吗？不会放到家里吧？我的天，应该没有吧？应该还是应该带过来了。我猜的应该带了。如果没带的，那确实暂时玩不了。等我找一下吧。谢谢后援团团长的舰长，谢谢舰长，鞠躬。我真有采集卡，我之前专门买了采集卡。殊死对战啊，但是我很烂的，我真的打得很烂，我不是很想，就是有点尴尬，觉得打起来。谢谢粉丝团灯牌，应该可以吧？我没试过啊，希望可以吧？但是我得找一下，我下播的时候去找一下吧，就是有没有这种采集卡之类的东西。谁能听到我的天，还得收回才这个都算了。打不打 PTCG 的？好像不太知道这个。要播到几点啊？2个小时吧，再播半小时就下播了。我真的还能再说半小时吗？再播半小时就下播了。现在有对什么新游戏半小时就下播了？我真的还能再说半小时吗？再播半小时就下播了。现在有对什么新游戏感兴趣吗？下载的那种冷门的游戏吧，我下载了一些有点冷门的游戏，有点冷门的战棋游戏，但是玩的有点少，玩的时间有点少。不是玩的时间有点少，我在说什么？就是玩了一段时间，觉得很无聊。但是那个游戏就是很好评，但又很冷门的那种游戏。比如我忘了他名字，连他名字都忘了，确实是。我看我手机吧，应该没删吧？我应该没删吧？稍等，我找一下。我真的删了吗？不至于吧？我也没那么讨厌那游戏吧？怎么会真的删掉了呢？4个字的，反正我只知道它是4个字的，然后是那种像素的，然后剧情和那些关卡都还蛮有意思的。我之后找到了再说吧。太冷门了，真的太冷门了。
我在地府打麻将，麻将会有公主联盟那么好记的名字，我怎么会不知道？哦对，哎，弹幕有人说出来了，就是那个铃兰之剑，这游戏不冷门吗？不是，原来这个游戏不冷门吗？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冷门来着，这个游戏居然不冷门吗？怎么还有人直接说出来了，厉害！确实就是铃兰之剑啊，对。公主联盟，哎，什么是叫什么吗？啊，那个很有名啊，那个很有名，不冷门，还真玩过，是吗？好吧，装小众解释呗，就是那个确实是我以为很冷门，因为我好像是看下载量和那种评论都很低的那种。谢谢粉丝团灯牌，谢谢。广告不多哦，你说哪种广告？就游戏里吗？游戏里没有广告。但是可能你说那个广告多吧，就是别的平台有它宣传的广告。开服的时候 tap 宣发还挺多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冷门啊？感觉就是，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想玩了，好奇怪啊！是不是因为打不过了？我忘了，反正就是有某种原因，就是没玩了。喜欢像素的都知道，我挺喜欢像素的，我觉得那个像素游戏做的还蛮好的。战旗本身热度就一般，有好玩的战旗，但是那个就是正常吧，正常吧，真的就正常。韩炳哲吗？很熟悉又很陌生的名字，没看过，肯定没看过，但是疑似听过的感觉。玩过什么克鲁赛德战记吗？没有玩过。打游戏看书喜欢什么乐队偶像之类的吗？乐队偶像是指那几个乐队偶像番吗 ？Michael 啊，什么母鸡卡那些东西吗？是吗？看过，但是正常吧，就是正常就正常，确实正常，还行吧。PDCT 就是宝可梦卡牌哦，对，这个我是真的刷到过。宝可梦卡牌，好像还真的有一个人，身边有一个人同学在玩。我可以改天去问他一下，请教他一下，因为我当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看过偶像大师吗？之前回复了，就看肯定是看过啊，但角色啊，之前我也回复了。角色那样吧，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很会日语。其实偶像大师，我觉得会日语的应该很喜欢玩才对，因为他的画风啊，这些东西做的都是很神的，特别的，我觉得真的是我很喜欢吧。就风格来讲的话，男同学吗？不是，是女同学，肯定是女同学。去问男同学也太尴尬了吧！我的天呐，太尴尬了。算时尚单品了，很多人不对战都要买来看。宝可梦还有时尚单品这一说吗？宝可梦那么火爆，明朝吗？不知道，不太清楚哎。好像听过，但是确实不太清楚。国内还是帮帮热度高点哦。行，那我重新拾起这个游戏吧。排店全都是女生，不没有女生，全是男同志啊。好像是耶，我看那些比赛也是，就是好像没有就是男生，呸，没有就是好像没有女选手。我看过那个比赛，好像没有女选手。二有请正一点，好的。云子是最多的。我觉得其实只要了解一下这个 IP 啊，就不算云，好吧？我其实很少说别人云吧，我觉得大家都是云过来的，所有东西其实都是云过来的。国外有女生玩，我看过那种东西，就是他们会买那个卡牌，然后那个卡牌的价格还有点贵来着，就是宝可梦的卡牌。2颗樱桃哦，我这个发饰是可以摘的，要我摘下来看看吗？
这下看的很奇怪，但是我可以摘一下看看。等一下，我得想一下是按哪个，是怎么摘？这样就摘掉了。这样就是显示就是这个侧马尾了。为什么在笑？看全身吗？可以吧？合适吗？下次吧。绿的是我的头发，这个是我的头发。用了发胶吗？应该是吧，这么顺滑的罗马卷。真看吗？那我特别小，变得特别小啊！好诡异啊！我不要。我不要这样。太大只了，等一下。谢谢可爱捏，谢谢无名一世的舰长，谢谢，谢谢舰长。舰长礼物是我 P 的那个礼物图，我不确定它做出来会不会好看，希望还可以吧。可以从脚往上看，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眼红没有吧？本身就是这样的，本身就是这样的。谢谢这个好夜，好看，好。谢谢粉丝团灯牌。脸红，我好像做了一个脸红的这个表情，其实是不能有表情的，但是呢，好像还是有一个脸红的表情，但不是，绝对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我不是很想做。为什么不可以？很奇怪啊，这不很奇怪吗？建议图好看，谢谢。哇，这个建议图确实挺好看的，哇，那个老师挺厉害的，挺惊讶的，就是很好的老师。你们可以自己看啊，就是反正公示例会都出来了，自己悄悄看吧。这有什么想看的？这也太那个了吧！做了肯定做了是一方面，但是呢，看不看又是另一个方面了。可以回应一句不行。但是我说真的，就是确实没有人说过我颜呢，很奇怪吧？结果呢，这次在加入丫当主播之后，就突然有人这么说了，也是让我就是很震惊，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都说了不可能，那就不可能的。大图置顶哦，对耶，昨天大牌跟我说你要写个置顶，我等我下播去想一下吧。置顶写什么比较好？下播去想一下。像米米前辈吗？辱米米前辈了？没有啊，没有。谢谢粉丝团灯牌。高清例会置顶哦，好的，那我去看一下吧。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我确实没想好这个文案。我昨天说太晚了，我说我先睡觉了，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呢，就特别的累，就全身特别的累啊，就躺在床上躺了很久。然后也就是本来是应该开播前的时候去写那个动态啊，但是真的太累了，就躺尸了，然后才起来开播了。
介绍自己和直播安排哦。啊，直播安排，到底要怎么安排啊？感觉很难说啊，很难说。是妹妹还是女儿？主播做直播是为了什么？因为生活太一滩死水了，所以就做直播来让给他激起一点涟漪吧。就是希望生活不要那么一滩死水。但真做了发现，真做的有点了。135，这个不说了，肯定不可能啊！这个肯定，这个太怪了，都没有我喜欢的这3个。啊！我没有看到上面那条弹幕，太快了。我以后真的，我真的得下次直播按一个那个可以滑动，就是滚动，之前发过的弹幕的这个东西啊，这样才可以不漏弹幕啊，不然的话我可能会漏很多。我去问一下 staff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吧。习惯直播的环境吗？其实做主播也是个蛮狡猾的事情吧。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是有想过，就是不是有，就比如说作为一个人吧，就是，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什么人，有可能一辈子就只有100个人以内，然后听你说话的感觉。但是一做主播，然后就发现有那么多人听你说话，所以其实也是有这个原因在的。但是好诡异啊，确实。所以说这也是做主播的一个原因吧。就居然有这么多人来听你说话吗？这个感觉确实是很神秘的。哎 ，staff 是谁？面试的和准备出道前的一些东西都是53老师。然后呢，还有运营的这个 staff 就是影子老师。哇塞，这个 staff 真的特别的鼓励式教育啊！这个我真的特别感动，因为我其实很紧张。然后这个 staff 说没事。这 staff 说了很多话，不是没事，就说了很多那种消解一些紧张情绪的话。但是呢，感觉我还是没有很好的消解掉。但确实是非常用心的，就影子老师就跟我说很多那种话，我觉得简直太感动了，确实非常震惊，就是那种。完全是心理学家来着吧？那听完之后还是挺爽的。温暖大家庭挺温暖的，是挺温暖的。这个是真的，虽然我有的时候语气可能会有点平淡，但是我说的是真的，我都是说真的。会和哪些大前辈联动吗？我真的特别害怕联动来着。因为我其实进鱼鸭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联动啊，感觉太恐怖了啊！其实有点就是对着弹幕说话还好，因为对着弹幕说话，就弹幕的话就是可以就是我可以挑选着吧，就可以看情况。但是如果真的是跟前辈联动的话，我感觉会很不知道说什么了。就真的会彻底词穷，真的彻底不知道说什么了。社恐有点吧，因为我觉得我是需要就是跟一个人，我们至少得就是了解对方一段时间，我才能就是跟他说上话的那种。我就没有办法就直接的那种，一开始就说宝宝你好可爱，就是确实有点困难，啊。但前辈都很好，前辈特别的暖心啊，我会努力的，就会努力的，会努力干嘛呢？大概就这种吧。应该肯定是联动，肯定是先和同期吧，因为我们同期也是特别好的人啊，也是开播前都帮了很多。然后我们肯定是会先联动，肯定都是找同期吧。夸我可爱吗？谢谢。不过以前新人都是开播前2周不能联动前辈，
哦，是的，好像 staff 有说过，就联动的话，就是要再过1周吧，至少再过1周。同期都很好呢，谢谢 Taco Seven 的新会员。为什么突然说一句英语？谢谢你的，谢谢你的舰长啊，谢谢你的舰长。鞠躬。前1周不能，第8天开始随便吧。应该是吧，我没记错吧？有的时候 staff 讲的内容可能我会有点就是混乱啊，就可能有点混淆啊。我这种东西我都会去再确认一下的。这种东西再确认一下是比较好的。联动最怕的就是那种游戏联动啊，因为游戏力太烂了，感觉会特别的拉垮。就是我之前也是有跟同学约着玩那种合作类游戏，什么双人成行啊，什么那个2个人逃出升天啊那种游戏，然后都是被狂骂的那种类型，就是可能都会被狂骂，就是说你怎么这个跳不过去啊，这种感觉。就说你的键盘是不是有问题啊？你就按一下这个不就跳过去了吗？你怎么这个都跳不过去啊？被疯狂的打压一下。但是如果跟熟人玩这种游戏还是挺好的吧，因为熟人他就是可以一直的就是骂你什么的，因为都很熟嘛，所以骂是没关系的。但是我就是害怕，就是跟我就是不是那么熟的就不敢骂我的那种感觉。如果他们不敢骂的话，就会觉得很对不起。就可能我做那种猪逼操作的时候，然后他们都不敢说话，就是说没关系没关系，再试一次，那其实也挺尴尬的。通关了，肯定通关了呀！我双人成行通关花的时间超级多。和男的玩的肯定是女同学啊，男的应该不会骂女的吧？男同学一般会给点面子吧，就是确实是关系很好的女同学，就是互相之间是可以互相打骂的那种关系。心仪，对，就是那种我很害怕，就是他不敢直接的，就是吐槽我的一些操作，我很害怕，真的很害怕。我觉得就是很影响他的游戏体验来着，很害怕呢。轻松治愈的解谜游戏，也可以，解谜游戏挺好玩的，其实。哎，哦，没事儿。憋着不吐槽，下次不一起玩了，不要啊！那确实是我最不想触发的结局了。视觉小说会尝试吗？哦，可以啊，我其实从来没有看过哎，但是我觉得应该很有意思。视觉小说，但是《他人世界末》这个名字啊，感觉会我感觉有点恐怖吧？这个小说会不会？谢谢师傅达西啊，谢谢。我感觉我听过，但是好像有点恐怖的这个东西啊，是不是有点恐怖啊？如果恐怖，我确实不敢玩。恐怖的东西都不行，完全不行。联动觉得不好哦，不能说是，确实很恐怖。我了解一下吧，因为我知道好像挺有名的，但是我没有玩过。是 VR 金牛，哇，真的吗？这么有名吗？怎么完全就是我怎么没有印象？就是我肯定是听过这名字，但是我没有印象。一点都不恐怖，跟管人有关吗？很多前辈都玩过，好，那我确实是，下播了去查找一下吧。还有最后10分钟就可以下播了。好的，我再撑10分钟就好。他咦，那可能是时间比较早了，是，所以不太懂。跟恋爱奇谭一样，恋爱奇谭，哦，好像也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但是我都没有玩过啊？
但是不是没玩过，就是我好像都没看过别人玩过，就是对这个游戏的画面都没有印象那种程度。因为一般来讲，我如果知道可能会刷到这种视频，但是居然连这个都没有吗？哦，其实今天本来要唱歌的，我真的不敢唱歌。我们下次再唱吧。就今天晚上，今天晚上真的可能来吗？看情况吧。要不然就今天，要不然就明天吧。真的很慌张，特别慌张。因为就是没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没有啊，我是本来今天下播前要小唱一下，因为好像也有人就建议说要唱唱歌什么的，就下次吧。不唱歌就滚啊！那我等会儿就滚了，还有8分钟。没有，下次会唱的，下次会唱的。我还是挺喜欢唱歌的，但是我唱歌真的，哎，怎么讲呢？就是我只能说，如果你对我有一点点滤镜的话，可能还听得下去吧。我不会跑调，但是不好，但一般吧。但是谢谢舰长，谢谢舰长。我没看清名字啊，是叫空想搞吗？我没看清名字。多久开常驻棉花糖？我等会儿设置一个吧，就是要不要设置主题啊？还是就不设置主题，直接问吗？谢谢 VR4822创组的舰长，谢谢。我等会儿是要设置主题的那种棉花糖的，还是直接就是开问的那种？日文流行还是中文经典歌？我平时听的很多的都是日文流行歌，但是我能唱的确实大部分可能是中文的。一般不设置主题，行，那就我等会发一个棉花糖吧。有毒棉花糖回设置主题也可以。我得想一下设置什么主题比较好，最好是那种就是我能回答得上来的那种。哎，我棉花糖回的话，可能我不是很喜，我可能就是，这个应该没关系吧？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大家回答棉花糖的时候会提前准备答案，但是我一般可能实在是可能没有这个精力去炒那些预制菜的那种感觉，我可能就真的就想到什么就答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会脑死，就根本就回答不上来的那种问题啊，就可能真的会有吗？可能真的会有吗？我希望没有啊，就到时候再看吧，到时候开棉花糖吧。会回私信和评论吗？这对人之初很重要。私信我统一时间回吧，我今天或者是明天我统一一个时间就全部一起回了。如果没有回复的话，就是我先声明啊，叫妈妈那种确实是不回复的，那个确实不回复的，那个真的回复不了吧。然后呢，还有一些但大部分应该都回，看到就回，帮忙审核一下。好的好的。谢谢警视处的舰长，谢谢舰长。发现能回的啊！诶，说起来还有一件事，有一个我记得我忘了，应该也是一个观众吧，就是发了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打招呼的消息，然后我就回了一个爱心，结果呢下一秒再点进去，他就甩来一张色图来着。震惊我了，就是那种先骗一个回复，然后就可以给你发图片的时候，就给你狂甩图片，太厉害了！这么狡猾吗？这么狡猾吗？所以他应该我是不会再想回复了。不要这样干吧，不要这样干了。我等会儿去看一下私信吧，不是等会儿吧，就晚上吧。等会儿去休息一下来着，晚上再说吧。统一回复。还有这种好事，好彩蛋，特别的，怎么这么坏心眼啊？怎么有这么坏心眼的人啊？现在几点？我这里现在是我看一下手机，等一下，4点钟，是4点钟的时候。不要觉得律动是这样的啊！我相信律动应该不会这样的吧？律动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吧？对，普通话好标准啊！我就等着这个呢。我普通话真的很标准吧？因为以前去专门的学过普通话。
不说地址啊，我肯定不说这个在哪里的这个地址。特地市区。普通话几级没有考过哎，但是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嫌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好，所以让我去练习了说标准的普通话。他就是前后鼻音我确实分不清啊，而且这个都分别出来了吗？因为当时那个老师就说，哎，你怎么一点前后鼻音都不分啊？哎，怎么回事呢？我没有考过级别，因为有一次呢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是1年级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老师他姓董吧，就是我发的清楚吧，姓董对，但是我一直就是叫他童老师，然后我妈妈就是可能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就觉得很然后就让我去学了，然后就现在肯定就说的肯定是比以前好了，小学就学了。对了，因为来 VR 不是面试要说一些自己擅长的吗？因为真的没有任何擅长的东西，真的没有任何，就你让我硬想我都想不到，我就写上了什么普通话标准之类的这种话，这种废话，然后就写到那个报名表上面之类的，因为确实是真的没有任何擅长的东西来着，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想不到，所以就写了那个普通话标准。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想到这个点的，谢谢棒棒糖。直播游泳，何以为？怎么过的面试啊？哎，这种东西，哎，要说就太长了啊！准备下播了。啊！面试什么的，这种东西特别长。拜拜，谢谢今天来看我的直播啊，已经过了很久了吧？希望反正就是应该希望没有浪费你们的时间吧。谢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我动态再说吧，下次直播动态再说吧。唱歌呢，就是我不敢唱啊，就很尴尬。下次唱吧。再见，谢谢。我切换到我的异地来了。